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《我的山与海》收视登顶，却现口碑两极。2026年3月开播的年代女性励志剧《我的山与海》，创下央八收视峰值破3.44%的年度纪录，全端播放量超9.41亿。可就是这样一部被新华社点赞的作品，却陷入了口碑两极的争议。豆瓣开分6.6分，观众评价褒贬不一。我始终认为，这部剧的高光与争议，本质是观众对年代励志叙事的两种期待碰撞，它的出圈与槽点都有迹可循。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，由谭松韵、董卿、奚望领衔主演。3月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与优酷同步播出。故事聚焦上世纪时代浪潮中3位出身、际遇截然不同的女性，从深圳打工妹一路相互扶持，完成自我成长与人生逆袭的历程。主线围绕谭松韵饰演的方婉之展开，用30年的人生跨度，诠释了普通人不认命、不服输的奋斗精神。播出后，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40亿，成为开年最具话题度的年代剧。剧集最核心的出圈亮点是他提出的人有三命哲学内核，彻底跳出了传统年代剧苦情逆袭的套路。剧中天命是出身，时命是选择，自修命是成长的核心观点，通过方婉之的人生轨迹被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她身为被收养的弃婴，在身世真相揭露后拒绝向命运低头，从南下深圳的打工妹起步，创业路上屡遭欺骗，背负100万债务，却始终坚守做人底线，完美诠释了命由天定，路由我闯的韧劲。更难得的是剧集的女性群像塑造，没有狗血的雌竞内斗，只有彼此托底的女性互助。董卿饰演的李娟重情重义，替殉职的未婚夫赡养盲眼婆婆，演绎了无关血缘的人间大爱。奚望饰演的郝倩倩，从依附男性的小女人完成自我觉醒，喊出我再不用靠男人挣钱的独立宣言。3个女性的成长弧光各有亮点，温暖的底色在同类作品中格外难得。演员们的细腻演绎，更是给剧集注入了直击人心的力量。谭松韵实现了突破性表演，从18岁的青涩少女一直演到50岁的从容企业家，没有刻意扮老的浮夸套路，只靠眼神与神态的变化，就刻画出人物历经风雨后的清醒与从容。与王劲松的父女对手戏中，一句坦然的我爱你，道尽了与自我与亲情的和解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王劲松饰演的父亲孟思远，更是全剧的催泪担当。写信离世的桥段中，一句积善之家必有余香，融入了演员对自身父亲的真实追忆，让角色的温情与厚重感扑面而来，成为全剧最出圈的名场面之一。更难得的是，剧集没有悬浮在时代之上，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情节，照进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。方婉之在职场中的遭遇，精准映射了当代打工人的困境。讨薪时坚定说出年终奖是尊严，离职后以甲方身份逆袭前老板，创业被坑仍不放弃。每一个情节都能让观众找到共鸣。同时，剧集围绕养女的不配的感、生父的冷漠展开的原生家庭议题，也引发了全网关于亲情羁绊与自我价值的深度讨论，让一部年代剧有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，也因此被新华社点赞致敬平凡奋斗者。当然，剧集并非完美无缺，口碑两极分化的争议也恰恰来自观众的核心质疑。最集中的槽点是剧本逻辑的理想化，不少观众认为方婉之的创业逆袭之路金手指设定过于明显，很多困境的解决缺乏足够的现实铺垫，让原本接地气的励志故事少了几分真实感，这也是豆瓣开分6.6分的核心原因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观众提出，近年70至90年代背景的年代剧扎堆播出，同期就有6部同类型作品上线。同质化的叙事背景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集的口碑。在我看来，即便有着这些争议，《我的山与海》依旧是一部有温度、有力量的女性励志佳作。它打破了很多年代剧里女性成长必须依附男性的套路，用3个女性的故事告诉观众，女性的成长从来不是单打独斗，也不是靠爱情救赎，而是靠自己的选择与坚持，靠姐妹之间的彼此扶持。剧中山是来路的重负，海是心之所向的辽阔的意象，更是道尽了普通人的一生。我们每个人都背着来路的山海，在时代里跌跌撞撞，却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。这份对平凡奋斗者的致敬，正是剧集最珍贵的内核。总的来说，豆瓣6.6分的成绩是对这部剧最公允的评价。它既肯定了剧集在女性叙事、情感共鸣上的亮点，也客观反映了剧本上的不足。它或许不是完美的年代剧神作，但它用真诚的故事致敬了每一个不认命的普通人。这份温暖与力量足以打动观众。你追这部剧了吗？觉得方婉之的逆袭故事够真实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观剧感受。